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，那就是周明深是出于某种原因轮流共用一个身份的双胞胎。不会吧，藏这么深，没听说过周秘书有双胞胎姐妹啊。的确，我一开始也被档案误导，没有考虑双胞胎，因为不论身份证、出生证明、学籍，20多年来的档案都只有周明深一个人，生活中也没有双胞胎的迹象，是我阅历不足，导致思维局限，直到听到那句话，才想明白原因。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，档案不准在基层不算少见，调查应以实际经验为准。复杂的原因就是计划生育。不对呀，双胞胎不违反计划生育，不算超生，没有必要特意隐瞒呐。没错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。周家到底为什么要隐瞒双胞胎呢？这件事就关系到杀害吴东吉的真正动机，而这涉及到另一项过时的地区性规定，叫做一胎半政策。一胎半？前队，什么是一胎半？从1984年开始，一部分农村地区出于男性劳动力考虑，一胎是女儿的允许生二胎，但如果一胎是双胞胎，即使是女儿也不允许再生二胎。有的父母为了要男孩二胎，做出很多荒唐疯狂的事。周明深的父母不惜让2个女儿一辈子共用一个身份，也要隐瞒双胞胎的真相，只有一个理由，那就是周家不仅不是独生家庭，而且应该还有第3个孩子。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患有近视，并且一直用右眼解锁电梯的周明深 A， 而金哲那天遇到的应该是视力良好的周明深 B。 实在不好意思，没关系。首先，2人调换了气瓶，氦气常用来充庆典气球，不难买到。昨晚8点30分，周明深 B 解锁电梯按下下行键后，却并没有在当时下楼，而是找了个借口留在了8楼。哎呀，电梯坏掉了，我叫人修，等会儿再走。与此同时，周明深 A 假装刚下班，8点33分与张铁柱在楼下相遇，制造不在场证明。随后，楼上的周明深 B 给吴东吉准备好了氦气。吴总，该吸氧了。而期间8点35分，吴东吉给司机魏国伟打了个电话。哎，老傅，先别下班。烦死了，修电梯的人怎么还不来？您别急，马上就好了。吴东吉死后，用工具间的维修工具挖出眼球。做完这一切的周明深 B 拿开阻挡电梯门的手提包，利用早在8点30分就按下的电梯下楼。9点03，周明深 B 用吴东吉的眼球解锁电梯，留下记录，原路返回楼上，造成一种9点03分凶手才由吴东吉领到8楼的假象。返回现场的周明深 B 用绳索制造出吴东吉生前被束缚的假象，企图利用体力差距进一步洗脱自己的嫌疑。随后周明深 B 处理现场遗留，并更换衣物。最后9点30分，周明深 B 用吴东吉的眼球离开现场。这个手段的关键在于，电梯记录的是按键刷红膜的时间，而不是电梯实际到达的时间。这个时间差为周明深 B 提供了充足的作案时间。而8点30分到9点30分这段时间，周明深 A 却一直在楼下与小张一起伪造不在场证明。周秘书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，我没有双胞胎，也没有什么弟弟。到底有没有，你我说了都不算，证据才算。既然已经有具体目标，只要找到另一个周明深和他身上的证物，就能验证。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分3个方向行动。首先，
排查9点半到10点05分商场的出入监控，仔细寻找监控中身形体貌与周明生类似的目标，对方很可能做了一定的伪装。这件事就交给钱队，这方面我来负责吧。我与嫌疑人有过接触，对其相貌更熟，而且我也想要确认。好，其次，不排除目标仍隐藏在德茂大厦中的可能，大厦必须地毯式搜索一遍，寻找目标或可能被遗弃的证物，必要时寻求其他片区帮助。我们江南区可以再出些人手，这案子本来就是我们片区的活。辛苦。另外，派2名警员前往周明生家蹲守，嫌疑人不敢用周明生的身份证，无法乘坐飞机火车出城。排查附近网吧、影院、黑旅馆的入住记录。行动！是。我还并没有得到关键证据，只凭推理就布置出这么多人力，合适吗？你就不怕万一我的推理是错的，连了一群人做无用功吗？这不是连累，只要为了破案，任何尝试都不是无用功。他们也应该早有这种觉悟，怕犯错的话，什么都做不了。而且我相信你的推理。被相信，还真是件让人掉头发的事啊。真的一模一样。周明生、周明友，根据吴东吉办公司虹膜锁，分别与你们左眼、右眼符合。周明友，根据昨晚商场门口的监控，9点35分，你戴着口罩离开商场，乘坐车牌为滨 A6899的出租车前往旅馆，是否属实？是，没错。那又怎么样？调查官，我们的确是双胞胎，但吴东吉的死与我们没有关系。我妹妹昨天只是恰好在逛商场而已。周明友，刚才在旅馆抓捕时，你匆忙吞下的物品是什么？别动！我们怀疑你在销毁与本案有关的证据，请如实回答。我再问一次，你当时吞下的是什么？